周二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方发布的消息稿长达近4000字，涉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方方面面。当中涉及台湾问题的部分尤为引人关注。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美方不支持台独，但相关内容却未写入白宫的声明稿。不过，拜登事后表示，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气氛良好，并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I said that they have to decide, and we are not encouraging independence. 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稿，拜登总统在会晤中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然而，美国白宫声明里没有不支持台独这句话，外界普遍认为，除非白宫否认，应该确有其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撰文指出，美方在会晤中说一些话，但自己的通报不提那些话，而挑一些国内听着更顺耳的内容公布，这是美方乃至西方领导人常用的手法。拜登政府既要同中国打交道缓和关系，又要对国内强硬派有所交代，注定了他们要在会谈中说得更温和，对外通报时维持美方的政治正确。胡锡进表示，拜登这一次肯定说了不支持台独，否则这次视频会晤的气氛绝不会被双方都确认的这么好。所以拜登此次亲口重申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变，无疑是在美方如何对待台独问题上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但长期关注美国涉台政策的学者张腾军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他注意到拜登的措辞从会晤中的不支持变成了不鼓励，细微的差别说明拜登的公开表态不希望刺激美国国内的亲台势力。这是一种更加强有力的表态。不鼓励台湾独立呢，是可进可退的这样一种表态，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美国是选择支持台独分子的所有行为，而是说我主动的去鼓励你做这些事。所以说是一个他留有余地的这样一种表态。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刚刚结束，民进党当局却强调美方对台承诺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还对大陆媒体关于会晤的报道说三道四，为其台独言行辩护。台立法机构民进党党团近日还将党版所谓修宪草案送交台立法机构，内容包括降低所谓修宪门槛，加剧法理台独风险。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天内3次应询作出回应。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执迷不悟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图谋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其台独行径只会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更多紧张动荡，给岛内民众带来更多灾祸。关于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涉台内容的情况十分清楚，美方不支持台独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再重申的立场，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试图靠外部势力谋独是不可能得逞的，对一切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的行为，我们将采取断然措施。朱凤莲还表示，我们高度关注民进党党团有关动向，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修宪谋独行径。民进党为谋取私利，不顾各方坚决反对和严正警告，仍一意孤行，势将自食恶果。广大台湾同胞要高度警惕，自觉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修宪谋独行径，不要被民进党一步步绑上台独战车。另据台媒报道，美国与台湾方面于当地时间周2、周3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所谓资深官员对话，针对区域安全、两岸关系、军售等双方关切的事项沟通讨论。由于举行会议时间紧接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之后，有消息人士解释称，所谓对话的时间早就安排好，纯粹是时间上的巧合，两者没有直接关联，但不排除会中触及相关话题。台湾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张林征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从美方近期一系列对台的纵容举动来看，他就是在两岸问题上耍两面手段，只有与其利益冲突的时候才会出手管控民进党当局，但总体来看，美方不会轻易放弃台湾这张制华的牌。我觉得美国会在关键的时刻的时候，我所谓的关键时刻，不是说两岸要打起来的那个关键时刻，我所谓的关键时刻，就是在中美有议题要谈的时候，那我就这个关键时刻，我就会告诉台独啊，告诉民进党政府，所以你这个时候要低调啊。最近不是你看蔡英文处理一些事情就比较低调一点嘛，所以在关键时刻符合美国人的利益的时候，他可能会压一下民进党，说你不要走得太过分了。
实际上，美方在涉台问题上妄图以台制华的企图还是非常明显的。根据白宫的新闻稿，美方将其一个中国政策描述为与台湾关系法、中美3个联合公报以及所谓对台6项保证，并且美国强烈反对片面改变现状或在台海暗中破坏和平与稳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回应表示，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这是中美两国的重要政治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好，对台6项保障也罢，这些纯粹是美国国内一些势力炮制出来的，都与中美3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其实质是将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是非法和无效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在接受知名公众号侠客岛采访时就表示，拜登上台以来回调了特朗普时期一些较为激进的做法，但同时加强了美台关系，包括强化美台军事关系。应该说，美国政府依然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一方面打擦边球试探大陆底线，另一方面不允许台当局主动挑衅，倾向于维护台海现状。但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和斗争肯定会继续。美国国会内部亲台势力不小，并且始终妄图以台制华。美国政府表面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现实中还会继续表现出两面性，不断试探红线。这充分说明了拜登政府仍然试图在台湾问题上走钢丝，仍然试图去挑战和试探中国大陆的底线，试图通过打台湾牌来进一步挑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对中国大陆施加更大的压力。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事关主权领土完整，由不得他国干涉，这事儿没任何商量余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中就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同一天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用专门章节谈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当中提到，2016年以来，台湾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致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冲击。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张腾军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以及决议中的涉台内容都清晰表明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这既建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意志，也基于中国国力上升所带来的反独促统的强大能力。无论是域外势力企图以台制华，还是岛内台独分子妄图以美谋独，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是兼具了所有的充分条件，那么那些外部势力他试图通过炒作台湾问题来打牌，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另外呢，台湾岛内的蔡英文当局以及台独势力，他试图以美谋独，显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面对的中国大陆是一个有坚定能力和意志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所以说在这点上，台湾当局也是只会是以软击石。